大雄离家出走后，哆啦 A 梦花了10年才找到他。本动画差一点就要完结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天大雄因为回家晚了，又被爸爸妈妈给骂了。哆啦 A 梦也觉得他应该挨骂，大雄的叛逆之心熊熊燃烧，于是拿出玩具老鼠吓晕了哆啦 A 梦，然后从哆啦 A 梦的口袋里随便拿了几个道具就离家出走了。大雄插上竹蜻蜓就飞出了家，然而他在城市里找不到容身之地，就只能插着竹蜻蜓一直往前飞。等到他一觉睡醒来，他已经飞到了一座无人岛上。大雄在岛上打开了他的行李，那一大堆道具他还不知道能做什么用呢。这个紫色的道具感觉没什么用，大雄直接扔掉了。然后他又发现这个小电视竟然是用来上课的，他都已经离家出走了，还要上什么课呢？随后他又拿出了行李中的一把手枪，想要打猎。然而这把枪只是个玩具枪，对于他的生存完全没帮助啊！他自己怎么样都爬不上椰子树，可是嘴巴又很渴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只能拿出鼹鼠手套来挖一口井了。大雄在土里越挖越深，终于挖到了水源，他满怀期待地喝了一大口。哎呀，怎么是咸的？挖出来的竟然是海水，这也喝不了啊！大雄觉得自己再继续待在这里肯定会死掉的，所以拿出竹蜻蜓想要跑路。然而空中突然飞来一只海鸥，啄了他一下，竹蜻蜓就这样脱手飞走了。大雄再也没能追上他，这下算是彻底回不了家了。天上下起了雨，大雄不小心摔进了山洞里，他把这个洞当做了避雨的秘密基地。大雄本想拿着道具伞遮雨，可是这把伞却是用来在伞里下大雨的，大雄被淋了一身湿。不过这样饮用水的问题倒是解决了。等雨停后，大雄又在岸边拉了求救旗子，然后用枪托砸开了椰子，这下总算喝到水了。到了晚上，他也没等到哆啦 A 梦来接他回去，于是只能带着对家人的思念睡着了。又过了1个月后，哆啦 A 梦还是没有来，大雄用来计算日子的石头都堆成了一座小山，不知不觉1年都过去了，他还是没能等到哆啦 A 梦。在梦里，他回到了自己家，看着1年不见的哆啦 A 梦和妈妈大雄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然而这也只是个梦而已，一晚上的梦醒了，他还是得继续在无人岛上生活。此时的大雄已经胡子拉碴，现在都过去10年了，哆啦 A 梦怎么还没有来？大雄崩溃地吐槽说，如果我变成大人的话，这部动画不就完结撒花了吗？结果眼前还真的冒出了一个哆啦 A 梦完结的字幕，这是开什么玩笑？大雄崩溃地跑回岛上，半路却被一个东西给绊倒了。他捡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他10年前随手丢掉的不知名道具。道具被他这么一踢，就发出了光芒。哆啦 A 梦竟然也从天而降，大雄终于得救了。原来他扔掉的这个东西就是 SOS 信号发射器，哆啦 A 梦是靠着这个信号才找到了这里。大雄哭着让哆啦 A 梦带自己回去，可是他这10年都没回家，一定会被爸爸妈妈骂死的。哆啦 A 梦只能用时光机把大雄带回了10年前，然后又用时光包袱皮把大雄变回了10年前的样子。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原状，大雄再次看到爸爸妈妈都快要委屈坏了。现在他肯定再也不想离家出走了吧？那天大雄正在自己家门前打扫，一位大叔却把擦鼻涕的纸随便丢在了他家门口。大雄想上前理论，反而被对方臭骂了一顿。大雄委屈地找哆啦 A 梦哭诉，哆啦 A 梦也很生气，于是给了大雄今日份的道具训斥大人袖章，只要把这个道具戴在手臂上，哪怕是小孩子也可以教训大人了。哆啦 A 梦本来心里还有些顾虑，但大雄却说教训一下那些不讲道理的大人有什么不对，然后一把抢过了袖章。大雄走在路上，又碰到了那个乱丢垃圾的大叔，他追上去正要教大叔做人，可是大叔还是一副很凶的样子，大雄就有点怂了。哆啦 A 梦让大雄鼓起勇气，不然怎么能教训大人呢？于是大雄又重新追上去，小心翼翼地说，你这样乱丢垃圾是不对的。大叔本来已经要发脾气了，但袖章的作用已经开始生效，大叔突然朝着大雄跪了下来，然后一边磕头一边疯狂道歉。大雄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能够教训人的快乐。之后大雄又在路上看到了2个混混要插队，那个大哥哥只是说了一声就要被混混给欺负了。大雄身为正义的使者，再次挺身而出，在袖章的作用下，2个混混的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，当即也对着大雄磕头道歉。然后大雄又碰到了小夫和静香，他们都觉得大雄真是太厉害了。大雄有了袖章之后也开始飘了，他说自己就是没办法对这种不公置之不理，所以他现在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净化这个世界。路边有人乱停自行车，他要上去教训一下。超市里大妈违规抢购卫生纸，他也上前说教几句。成功教育了好几个大人之后，小夫和静香对大雄更加崇拜了。这时小夫提出想让大雄帮忙教育一个坏大人，那就是他的妈妈。
大熊对小夫妈妈说：“你一心情不好就对着小孩子发火，也不太好吧？”小夫妈妈立马跪下忏悔，然后还给了小夫零用钱求原谅。胖虎听说了此事，也求着大熊帮忙教训一下自己老妈。大熊没有办法，只能被迫答应。买菜路过的胖虎妈看到胖虎又在欺负别人，立刻冲上来骂他。大熊拦着胖虎妈说：“粗鲁是他的个性，你不能毁坏孩子的个性啊！你不要训斥他，温柔的看着他就好了。”胖虎妈因为袖章的影响，也对大熊言听计从，马上鞠躬给胖虎道了个歉，然后还承诺以后再也不打胖虎了。这么一来，大熊越来越觉得自己真是伟大呀，所有的大人都会听他的话，所以他就开始滥用权力了。他不光去教训了神田先生，让他不要对打碎了他家玻璃的孩子生气，然后还去教训了学校的老师，跟他洗脑说让他不要计较学生迟到和不写作业。他回到家里，妈妈正要发火，他也对妈妈展开了说教。这么一来，连妈妈也不催他写作业了。哆啦 A 梦一看就知道大熊又拿着道具不干好事了，可大熊还不肯把袖章还回去，然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胖虎自从没了妈妈的管教后，欺负大家就越发变本加厉了。大熊本来想去教训一下胖虎，可是这个袖章对小孩子是无效的呀。大熊被胖虎追得满街乱跑，可是那些被他教训过的大人都对他见死不救，就连胖虎的妈妈看见胖虎欺负人，也只是笑一笑算了。最后大熊被胖虎打得鼻青脸肿的回了家。这可真是自作自受啊！几天之后，小夫又在学校里炫耀自己新买的漫画，大家都对此羡慕不已，而胖虎却一把抢过了漫画，非得逼着小夫先借给他看才行。到了上课的时候，胖虎还在非常嚣张地看漫画，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，这本漫画马上被老师给没收了。小夫在一旁都快委屈坏了，这本最新漫画他自己都还没看过呢，这下该怎么办嘛？胖虎竟然还嫌弃小夫太啰嗦了，小夫也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要是不把漫画拿回来，我就把你藏起来的0分试卷都给你妈妈看。”胖虎这下才软化了态度，让小夫不要生气，承诺会帮他把漫画拿回来的。然而胖虎怎么可能自己去拿呢？他转头就把拿回漫画的任务甩锅给了大熊，毕竟大熊才是最好欺负的那一个呀。大熊没有办法，只能回家找哆啦 A 梦求助。哆啦 A 梦拿出了一顶小红帽，这个帽子叫做123木头人帽，戴上这个帽子就能不被对方发现的接近他了。只要你停住动作的话，就等于是隐身了，其他人就看不到你啦。说着，哆啦 A 梦就和大熊做了个实验。哆啦 A 梦从身后接近大熊，但是只要大熊一转身，他就停住动作。大熊果然什么都看不到。哆啦 A 梦只有在动起来的时候才会现身。大熊戴着这顶帽子来到了学校，他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果然没有被其他老师发现。但是就在他要进去的时候，老师却从他身后叫住了他。大熊吓得拔腿就跑，第一次偷漫画行动宣告失败。之后他又在枝头发现了一只金丝雀，这只鸟是从静香家里飞出来的。静香正愁着怎么把金丝雀抓回去，大熊就把这顶帽子借给了他。有了帽子和竹蜻蜓，静香顺利抓住了小鸟。大熊也对这顶帽子有了更多自信，决定再去试着偷一次漫画。这个时候老师已经下班了，大熊就一路尾随在了老师身后。老师每次回头的时候，大熊就定住不动。他这样试了好几次，都成功的隐藏了自己的踪迹。可是老师总觉得身后有人跟踪。就在老师突然回头的时候，一只蜜蜂飞到了大熊面前，大熊被吓得跳了起来。这下他终于在老师面前现身了。他的作战计划再次失败，只能暂时逃离现场。老师来到了胖虎家里，并打算把那本漫画亲手交给胖虎的妈妈。胖虎担心被妈妈骂，就说这本漫画是小夫带来的。于是老师又打算去往小夫家里。大熊在不远处看到了这一幕，赶紧飞去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小夫。小夫气得要命，大熊就把这顶帽子和竹蜻蜓又借给了他复仇。不久后，老师果然来到了小夫家里。小夫妈妈不相信自己儿子会做这种事，老师拿出了漫画，却发现手里那本漫画上面写着胖虎的名字，而且书里还有一张纸掉了出来，那张纸就是胖虎的0分试卷。原来小夫刚才在半路上就把漫画给调包了。老师看到试卷就更生气了，胖虎不光是上课看漫画，现在还敢骗我，我一定要让他妈妈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老师现在又朝着胖虎家里走去，这下胖虎绝对要遭殃了呀。好啦，本期问题，你觉得要去无人岛生存要带哪些道具呢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